大家好，我是彼得大叔。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记忆移植。He feels nothing. 记忆移植啊，在很多科幻电影里面都有出现。比如我很喜欢的一个电影叫《阿凡达》，它其实也属于记忆移植的情况，只不过是介于人类和外星人之间的记忆移植。那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记忆移植的实例呢？网上有很多关于再生人的纪录片，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这石爽人呢，他就跟这聊起昨天刚发生的事儿一样，流畅自然，一点他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而且呢，人家一边说着，手上他还一边画，讲起了自己前世是怎么死。前段时间不是也有火星男孩的一些故事吗？它其实也属于记忆移植的情况。关于再生人的记忆转移问题啊，众说纷纭。比如说灵魂附体、投胎转世等问题，这个我们以后会专门做视频来讨论。那你说啊，如果我拥有了你的记忆，我是你吗？你可能会不加思索地就说不是。但是再生人的外貌特征、性格，很有可能跟他前世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前世的那个人。我们现在是否掌握了记忆移植的技术呢？2008年5月14日，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大卫·格兰兹曼的团队，他就发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他们的实验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先准备一些海兔，这些海兔呢，就是美国加州海兔了。然后你去摸海兔，海兔当然会有反应，哎妈，你干啥呀？干啥摸我呀？你一摸它，它会就这样缩一下，大概持续时间是1秒钟左右吧。然后呢，我们开始进行实验。第一步，先将海兔分为2组 ，A 组和 B 组。第二步，对 A 组海兔的尾部进行放电实验，就是进行电击啊。当被电击的时候 ，A 组的海兔呢，它会蜷缩起来身体，为了躲避这种攻击吧。哎妈，你干啥呀？那电击你的时候，你肯定也会蜷缩。被电击过的海兔啊，它就会蜷缩时间变长，大概会到50秒左右吧。没有电击过的 B 组海兔呢，你再摸它还是1秒钟。哎呦，心灵受创伤了吧？应该是。第3步，提取 A 组海兔的 RNA， 注射到 B 组海兔体内。然后你再去摸 B 组海兔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蜷缩的时间延长至了40秒。所以格兰兹曼教授他就表示，这就如同进行了记忆移植。有一部电影叫《月球》，男主 Sam 天天开个车给公司挖矿，哎呦，这也太辛苦了。不过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肯定不会这样做。你说你这么单纯的工作，直接让个机器挖不就完了吗？干嘛非要派个人上去呢？设想一下，哪一天当你发现你是克隆人，或者是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克隆体还是本体的话，就是有另一个你闯入了你的生活，你会怎么做？你是跟他和平相处呢，还是希望他离开？问题有点扯远了。当然这个跟所处大环境也是有关系的你不妨去想一下。以上涉及到了2个不同的概念：第一，记忆的单纯复制；第二，记忆和意识的转移。一部分人认为将记忆复制和粘贴给克隆人之后克隆人应该也具有本体的意识，而另一部分人认为意识是独一无二的，只能转移，也就是说灵魂是不可复制。比如你有没有听说过有2个不同的再生人，他们拥有同样的记忆？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例子。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保存记忆的方法，
比如说用照相机照相啊，录个音啊，拍个视频啊，都属于保存记忆的方法。那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记忆上传给一个程序、电脑程序，或者是一个机器人呢？我们现在 AI 啊，就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厉害。如果你把你的记忆传给人工智能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会说话的小玩具机器人，你取的名字跟你名字一模一样，然后呢，你只要告诉他你自己的经历、你自己的故事，他把这些东西全部装在他的存储器里面，你说他算不算是你的小副本呢？或者是把他视作你所缅怀的一个人？我们再回到人类身上，我们知道其实记忆是可以篡改的。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去洗脑两个不同的人呢？未来哪天身体不行了，换个机器身体未必不可行。在《战斗天使阿丽塔》这部电影里面，他们就经常给自己换机械身体啊，拼装备呢，这是。哎，不过那个女主阿丽塔是玩外挂的。我脑子这么笨，我能换个大脑吗？或者不要身体了，直接上传记忆到网络可以吗？就可以永生了吗？啊，这又回到了我是谁，哪个是我的问题上了。真正的我是哪一个呢？是肉身的我呢，还是已经上传上去的我呢？关于我是谁的问题啊，今天肯定是讲不完了，我们后续再做视频讨论，好吧？先假设你已经把记忆上传完毕，并且该程序或者是这个 AI 啊，它只有你的记忆。此时这个程序，它就认为自己是你。与人类的寿命相比，也许你就已经永生了，并且是可以复制的。这个听起来还不错，是吧？那有没有副作用啊？首先，我们知道记忆不仅仅是存于大脑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之前讲过的肌肉记忆。口语是用身体记住的。如果记忆已经上传，你首先失去的是人类的特性，就失去了七情六欲。也许也有人会说啊，那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因为永生啊，本来就是局限于人类的一种欲望。如果人类的物理躯壳限制被突破的话，我很庆幸我还是人类，能体验人类独有的喜怒哀乐，品人间百味。To make each day count. Well said, Jack. Yeah. To make me count. To make it count.